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74天，没听错，74天。今天也是我们到达佛州整整2个月。今天又是我们的移动日，今天我们将从奥兰多移动到坦帕。对的，我们又要去坦帕了，就是我们来到中佛州第一个停留的地方。奥兰多这个营地呢，我们3进3出，今天是第3次离开了，短期之内是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们对这个营地呢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，它也是连接我们整个佛州旅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转点，或者说是一个桥梁。它去坦帕呢100多公里，它去东海岸呢也是100多公里，也能够比较不是长途的到达迈阿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2个多月的佛州之行呢，奥兰多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停留点和中转点。那么奥兰多呢，最近的天已经比较热了，白天的温度呢已经可以达到比较稳定的30度，但是时不时呢还会来雷暴。所以在这个营地呢，因为营位特别多，让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很多房车。我们发现呢，房车们有一个特点，他们白天都不怎么把自己的遮阳棚给拉出来，而且他们晚上呢也并不喜欢坐在外面户外三三两两的这个聊天。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奥兰多的一个特点，也就是说，它每次呢上午呢天气特别的好，上午呢蓝天白云阳光，但是到了下午呢就会刮妖风，然后呢会下短时间的暴雨。所以说呢，棚如果比较长的，就是比较长的拉在外面，其实是有一点风险的。所以说，奥兰多的营地呢，大部分的房车，他们白天出去了之后，他们的棚都是收着的。晚上为什么不能三三两两坐在门口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蚊子比较多。现在呢，还不是奥兰多正宗的夏天的季节，现在呢，应该还是属于它的冬天的尾巴。到了夏天，不可想象了。来奥兰多像我们这种西部来的人都得好好的给他美餐一顿特别是 Kevin 冬天来到佛州，他的小腿已经被咬成了我们上海人叫插头粽子，他已经咬的小腿已经不堪直视了。我们小狗也是在迈阿密被不知名的虫攻击了一下，但是还好，因为我们小狗有3重防护，它吃了口服的药，它也用了皮试的药，然后呢还带了项圈，所以呢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后果。咬好之后我们给它清洁好，并没有什么后患。在奥兰多的这1个礼拜呢，我们呢并没有特别的去游玩什么景点，因为我们想玩的景点呢基本上都差不多了。所以呢 Kevin 呢在这个营地呢，他把我们的洗脸盆、淋浴房重新又做了一下防水，就是打了一下防水胶。然后呢前一集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了，他发现了轮胎的一个问题，轮胎的一个大的一个安全的问题，也在这儿花了2天时间买了退再买，然后再给打气，又好好的在网上学习了一下，并把自己的学习的这个成果呢和大家分享了。虽然说现在 AI 都能查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这样亲口和大家聊我们的心路历程，还有我们这种维修过程，还是那句话，大家会觉得更有活人感。今天呢将去往坦帕，我们离开佛州的时间呢基本上就要倒计时了。忘了还有一点要和大家分享，就是在奥兰多的这几天里面，我们又去了迪士尼之泉，就是那个迪士尼小镇。我们第1轮住在奥兰多去的地方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小狗小宋一，大大方方的堂而皇之的又去了。哪知在过安检的时候被人家工作人员拦下来了，说小狗除了服务犬是不能进入迪士尼之泉了。我们很纳闷，那我们上次明明把小狗带进去了呀。原来我们上次是把小狗下车就装在了 Kevin 的那个包里， Kevin 是背着它，所以呢有可能人比较多，人家并没有注意到包里面有条小狗，我们就进去了。所以呢特别和大家呢解释一下，以免呢给网友们呢就是造成困扰，怎么明明 Melody 和 Kevin 把宋一带进去了，怎么我们就不能进去呢？迪士尼之泉、迪士尼小镇是不能带小狗进去的。讲了这么多呢，我还是做了一点准备，脑子里呢打了一点草稿。那么我的说话的节奏和说话的音量呢，只是我的性格，也是我的习惯。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这样的习惯。
如果大家稍稍有不适应的话呢，也可以调整一下你们观看的这个节奏和观看的音量。好，100多公里，2个小时，我们又将去玩坦帕。下午1点，150公里，我们回到了坦帕。熟悉我们的频道的观众都知道啊，我们这个佛州之行就始于坦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又回到坦帕。坦帕这个营地呢，不是我们上一轮住的，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营地。哎，反正是这样吧。我们尽可能的多住营地，多让自己留下一些比较的印象。有万事欠比较啊，比较出真知。这个营地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将会居住1个星期。我们在佛州2个月啊，离开佛州呢也已经倒计时了。这个坦帕这个营地呢，将是我们在佛州逗留的最后一个营地。佛州2个月啊，把我们一罐天然气正好用完。今天上午洗澡的时候，气没有了。天气这么热。虽然说我们做饭呢，有时候经常用电，但是洗澡呢比往常要多，所以说2个月用掉1罐气，这也是比较具象化的一个形容。大家比较关心啊，我们在美国现在的油价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现在呢是复活节假期这个时间段，我们来到佛州的时候呢，油价大概是2块6、2块71加仑啊，这个是随便加的，也不用会员啊，也不用去 Costco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在奥兰多呢又加了1次油，在壳牌是4块2，那个时候呢 Costco 呢是4块1，也就是说油价活生生的涨了起码60%。民众们都在想，我作为民众的一员，我也在想。就如果油价这样不断的涨，以后咱是不是不需要皮卡了？我们养几匹马，是不是马能够拉我的房车呢？老百姓是不是也能骑着马去上班呢？本山大叔有一个梗啊，啥马拉的，马啥拉的啊，咱的清风就是马拉的，一下子又让我们幸福生活啊又往前提了一步。多品尝一下有机的生活，因为车都不需要了嘛，我们又开始养马了。不得不感叹啊，人生无常，虽然是生命是这样，物价也是这样，一切都在不可控的范围，只有我们自己的行为还可控。还是要说旅行愉快。今天是我们环美旅行的第74天，我们到佛州的整整2个月。
看有一天呀，我捡到这么一个小螺丝帽吧，可是一看挺好的，一不锈钢的，我就感觉可能是自己车上有关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缺少一个螺丝帽，所以啊，行车过程中啊，叮了当啷的，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损坏或者遗失。我现在呢，任务就是要把它给拧上，把它给拧紧。所以平时我就听当啷当、当啷当、当啷当的啊，一刮风的时候特别明显。那现在跟它可能比较松也有关系。当然，虽然还是有灵活度的啊，但是不至于它掉下来。这个掉下来还是有一点点小危险的。哎呦，这也掉了，你看，啊，往那边，哎，因为今天天气好呀，这个螺丝我还是需要再买一套的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很多这个车上的一些螺丝都是这一个尺码的。那你比如说这个也是这样同样的尺码。所以昨天这个吊我虽然给安上了，但是我今天还是得卸下来。因为我准备拿着一整套的东西啊，去看看能不能买出来。如果买到呢，我就多留几个备份儿。那这样以后万一颠的掉的话，你看，其实我拧的也不算是完全特别紧。这个行车图征啊，颠的，还是会不断的把东西给颠松了。我昨天把这个给固定上了，所以我需要把它完整给卸下来。这个设计呢，好在就是这个螺母啊，这螺帽掉了，它也不会轻易完全松，因为它是贯穿的。这个也不是直接能拿下来的，这个是需要拧它才会拧下来的。为了不买错呢，我就把整套给卸下来，这样去比对着买呢，相对踏实一些。清风这些零件呢，还真是不错，看起来就挺着实的，不容易轻易坏掉。现在呢，我把它卸下来了。那我就是怕买错了，我主要是需要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并不需要，其他地方我没有发现有用到这个东西的。而且我刚才拧完之后发现啊，它并不容易特别轻易的掉。我只需要把这个配上，其他地方留有余备份就可以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刚才去 Home Depot 买回来了。一个这个小螺母，我只是买了螺母，底下这螺丝我没买，因为都在，还挺好的。那螺母呢，买一个1块5毛7美金，还挺贵的。其实有很多地方用的都是这个，你比如说这个啊，这个呀，很多地方吧。所以我也买了2个，备用一个。所以清风的这个用的材质啊，还真是不错。你看我这旧的用了3年多了，我拆开了之后，其实我也分不清楚哪个是新的，哪个是旧的。而且价格呢，一个小螺母就1块5毛7，在 Home Depot 啊，所以材质用的也是不错的。好，我现在准备安上。这边呢，我也得给安上
这个螺母刚买的时候啊，还拿了一个不是不锈钢的，但是后来找了半天，找了一个确实找到了不锈钢啊，不锈钢价格贵一些，而且它本来就是户外的，天天风吹日晒的，不可能不生锈。但是如果是不锈钢就会好很多。